这么用力的甩都不会掉下来，4个方向随意切换。我是小天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开箱2个 Pitaka 的 iPad 配件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开箱。先把这个膜给撕开。Pitaka 是一家专门为 iPad 还有 iPhone 这些电子产品做一些配件的公司。看看这个盒子还是挺精美的，打开来看一下。哦，这阻尼感还不错。打开来，首先能看到的就是一层产品的说明，告诉你怎么样把这个支架给设置起来。它是需要有一个磁片粘贴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同时选择了这个 Pitaka 的 iPad 保护壳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不想把那个磁片直接贴到 iPad 上。先试着把这个支架给组装起来，这应该是它的底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支架。就是把这里装起来啊，它这边有一个小的这种工具，可以把后面这2个螺丝拧紧，应该就是固定的。不过它这个做工还是能够看出来挺不错的，无论是手感啊、质量，因为是支架嘛，重量越重的话，它会更稳一些。这个重量也不错。装完了，哦，它这里是这块也是磁铁的，所以你把这个工具放回去的时候，就能够很稳的粘在这里，这个还是很贴心。这个盒子里面，我猜应该就是那个磁铁的铁片、感谢的小信封、干燥剂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USB-C 转 USB-A 的一个转接线。因为这个 Standard 它这里一块支持无线充电的，就是说你在这里使用 iPad 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或者是 AirPods 这些支持无线充电的设备就放在这里同时充电。这也是说实话也是最吸引我的一点，手机往这里一搭，直接开始充电，就觉得比较省心。这个帮助你安装的就是一个纸的齿，是帮助你应该是能够正好贴到那个保护壳的正中间。铁片，那我们先试试铁片磁力强不强？非常强，而且这个铁片似乎比这个架子上的这一块要大一点，可能你稍微贴歪了一点点也没有关系。你可以把这里磁吸块就接下来，上面就有双面胶，然后粘在你的设备上。当然，如果你舍不得粘在设备上，你也可以买一个保护壳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开箱。我先把这个膜给拆开来。好，这里可以拉开。拉开之后就能看到这个产品，这边有一个感谢的小信封，我看看里面是什么啊？里面是一些更多的产品信息。他们其实做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有这些车载的支架、保护壳以及手表啊，这些无线充电的设备等等。直接来看这个壳子，哦，这壳子上手真的很轻，看上去有点像塑料，但是我刚刚从百科看到它介绍它就是一种叫做凯夫拉的材质。那根据我从网上搜到的关于凯夫拉的信息，它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，但是重量却只有钢铁的1/5，同时它还有很好的韧性，真的很轻，然后也挺软的，你可以很用力的折动它也没什么问题。先把 iPad装上来试一下，看是不是能够比较完美的适配。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壳子，这个摄像头的位置明显是给最新的几代的 iPad Pro 的那个摄像头，但是我的是比较早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它还是一样可以适配。应该我们先装进去，装上去就没有什么重量上的感觉。然后我看到它这边很贴心的是给笔留出了位置，这里有一个凹槽，就可以把笔搭上去。是的，正好长度是正好贴合的，而且也会马上出来 Apple Pencil 的这个充电的这个显示，然后整体的手感也不错。我们再装到我的这个保护壳上试一下，是不是没什么问题，很合适的。然后盖上的话，盖上其实你能感觉到稍微厚了一点，但是这边贴的地方还是比较契合的，而且周围除了正面反面，现在等于周围的4边也都有这种保护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扬声器、充电口，包括这里音量键和这个锁屏键反馈也很快，你摁下去能够感觉到是摁下去了。那我们再看看盒子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。没有了，里面就是一张纸片，告诉你该怎么安装兼容妙控键盘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告诉你怎么样从保护壳上取下 iPad。用上了这个保护壳之后，就可以直接跟这个架子上的磁吸就可以配合使用，磁力还是可以蛮稳的。你看我这么用力的甩都不会掉下来。它也可以换方向，4个方向随意切换，而且这里也有角度可以调整，可以调到你自己觉得最舒服的角度。而且很好的就是我感觉它磁力比较集中的是在它背后的这一块，所以当你吸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是
吸到这个磁力最强的这一块，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。那今天这个 Pitaka 的保护壳以及这个 iPad 的支架开箱就是到这里。那接下来我也会用一段时间，然后做一个更全面、更完整的评测。